洞察局势，开启视野。这里是火力早报时间。乌克兰自研国产海马斯，计划年产300万架无人机。俄罗斯侦察机坠毁土耳其，疑似掩护影子舰队行动。据国防快报报道，为了减少对美欧武器的依赖，乌克兰正在开发一款自主研发的多功能导弹系统。该系统部分仿照了美制海马斯的设计理念，这绝非简单的山寨产品。乌克兰陆军火箭炮兵司令部证实，这是一个通用平台。它不仅能发射类似海马斯的指导火箭，还能整合乌克兰自研的维尔卡升级版导弹，甚至能发射弹道导弹，未来还很有可能发射无人机。此举旨在打破美国对 GMLRS 弹药集成的限制，让基辅在武器整合与战术规划上拥有更大的自由度。据悉，新型发射车可能采用欧洲底盘，类似于现有的博赫达纳自行榴弹炮项目。除了导弹系统的自主化，乌克兰在无人机领域更是野心勃勃。乌克兰国防部长杰尼斯·史米加尔宣布，预计到2025年底，乌军将接收总计300万架 FPV 无人机，这一数量是去年的2.5倍。这意味着在2025年的战场上，平均每1分钟都有数架乌克兰自杀式无人机飞向战场，寻找俄军的坦克、装甲车甚至战壕。这显示出无人系统在俄乌战场上的决定性作用。目前乌军使用的大多数无人机均为国产，此外，地面机器人系统的数量也将扩充至1.5万套。乌克兰正在通过数字采购平台和直接合同，全力加速国防工业的本土化进程。就在乌克兰强化打击能力的同时，俄罗斯为了保卫其能源命脉，也将触角伸向了北约国家领空。据 Defense Blog 报道，一架疑似俄军梅林维亚远程侦察无人机在土耳其西部坠毁，引发了北约的高度关注。情报分析指出，它具备超低的雷达特征和极高的滞空时间。这架具备低噪音和长航时特点的无人机，很可能正在执行战略监视任务，目的是监控和掩护在黑海及东地中海运作的俄罗斯影子舰队油轮，以防范乌克兰的海上袭击。为了躲避乌克兰远程打击和美欧拦截，俄军不得不动用这种战略级无人机，从空中实时监控航道安全。这种越界行为已经引起了北约的高度警觉。而关于这支影子舰队运送的石油，也有了新的动向。据彭博社消息，印度最大的私营炼油商信实集团，在经历了短暂的暂停后，已通过非制裁渠道恢复了从俄罗斯进口折扣石油。知情人士透露，信实集团通过与 Rosasport 签订合同，并租用特定油轮，将原油运往其服务印度国内市场的炼油厂。此举绕过了美国对部分俄罗斯石油公司的制裁。虽然目前的俄罗斯原油价格已经跌到了每桶40多美元，利润空间被极限压缩，但在印度、俄罗斯的配合下，这条能源血脉依然没有被彻底切断。但这表明俄罗斯依然在通过复杂的手段维持其能源出口和战争资金的流动。后续局势发展，我们将持续关注。今天的早报到这就结束了，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